You got a small change, you got a small chance. You got a big change, then you got a big chance. 真的机会就来了。我们就从我们的线下活动做去线上活动。1个月里面，我们做了67场的 Virtual AGM， 那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很多人撑不过那5年，是因为他热情没有了。我觉得热情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了那份热情，你看待事情会很不一样。机会来的，你会把它看成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领悟了这个道理。如果我要把这个公司做大来讲，我不可以靠个人的名誉，从7位数去到8位数，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跳级。那时候我觉得 branding 是一个隐形资产，人脉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相信你，跟你介绍很多朋友。选择不是选出来的，是走出来的。Start before you ready。本期节目由 TNT Go 赞助播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Mickey，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Mickey， 那我是 Above Creative Events ACE 的 founder， 同时间我也是 ACE 的 Chief Imagination Officer。这样 Above Creative Events 做些什么呢？基本上我们就是 Event Agency， 然后很 specialize 在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Management， 就是我们的高级会议管理。客户群方面，我们有好像正联公司、MNC、上市公司，比如讲 KWSB、SSM、Maybank、CIMB， 还有Bursa Malaysia。大马的股票交易所等等。那 Mickey 其实 ACE 到现在有几年了呢？我们已经18年了。18年。对，18年，就好像一个成年人这样子。那么目前的规模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有30多个人，包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 office。Mickey， 我很好奇，你的背景是什么呢？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赛道？其实我的背景蛮 interesting 的，就是我其实在9岁就开始出来打工赚钱。一是因为我的 hobby， 我的爱好。第二是因为可能家境没有很好，然后就想说，自己想赚一点 pocket money。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其实我你知道小时候有那些婚宴的那种表演，然后我就会争取要上台表演，跟妈妈说我要上台表演。然后很多时候上台表演，我就看到很多人掌声啊，你知道很多人给掌声都是给前面唱歌那个人，后面的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就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其实后面的人有些什么人？灯光师、音响师、化妆师、舞蹈员，哇，好像有很多东西才能组合成一个好的表演，然后让前面那个表演者获得最大的掌声。那时候我就对 events 很有兴趣。SBM 一毕业完之后，我就选择了大众传播系 Mass Com， 然后过后一出来，我第一份工就是已经是做 events 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创业呢？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打了第一份工，那一份工打了大概1年多，然后那时候1年多之后，我就可能跟我的前老板的理念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 events 应该是很 unique 的，很特别的 event 不应该是 copy and paste， 就是可能我今天去 attend 一个 wedding， 可能是一个海洋之夜，我明天去 attend 另外一个 dinner 又再是海洋之夜，我就觉得很无聊。我的前老板觉得是 OK 的，是 OK to copy and paste。所以我就决定说，大家理念不一样，这样搞不好我可以做出不一样的 events， 另外一个赛道，做出你想要做的方式。是，那么 Mickey 前面你提到，就是你们的客户很多是在 corporate 的 side，你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吗？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一样咯，就什么都做，刚刚创业嘛，就总之可以赚钱都做啦，所以就做了很多不同的 events， 比如讲 annual dinner 啊 ，family day 啊，road show 啊，什么都做，总之是大小通吃。总之顾客叫我可以 provide 的 solution， 我都会满足他们呢。后来你们专注在于去做 conference，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一个改变呢？这个起因在大概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先生加入我们的公司，然后他有就是 conference 的背景，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很多人讲2017年可能会经济风暴，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内部的一个 meeting 的时候就问了大家，那如果是有一天经济风暴的时候，以一个大企业你会 cut 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下，我会 cut annual dinner 咯。因为可能没有这样必要，可能我会 cut 一些performance entertainment 那我不会 cut 的东西是什么？我不会减少的东西是什么？就是 conference， 因为 conference 是他们的整个business strategy 里面的一部分来的，所以是必须要执行的。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笃定了我们要做 conference。从那个时候你们是什么都做，然后转型去专注于只做 conference， 在那个关键的节点上，其实你有信心这个决定是对的吗？说真的，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很100%的信心说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尝试的话，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说能不能成功。这样至少在那个节点上面，当我们专注于要做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很多资源、人力、物力都在专注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就员工也觉得说，哎，好像以前我需要18项全能，什么都要会做。现在我只专注一个 conference， 我要知道 conference SOP， 我要知道 conference 怎样做到120分。我觉得对团队、对人力、资源、所有方面，我都觉得会比较简约，而且比较专注聚焦。这样可是 Mickey 你讲到做 conference 啊，做 event 这些，那个时候你们转型是在2017的，对2017。那么讲到 event 啊，后来呢 COVID 了嘛，COVID 对你们的影响会大吗？大到怀疑人生。讲是因为记得那时候是3月18号就 announce 想说 lockdown 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团队还是很开心，work from home 嘛，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们就 management 就觉得说好，就拿since我们一路以来都很忙，从来没有休息过，就拿可能这1-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家休息一下，休息了2个星期，又在讲说多1个月。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吧，那休息完2个星期，那1个月我们来做 marketing 的东西。可能我们一路以来没有什么很专注在 marketing， 让人家知道 ACE 是谁，这样我们就来做一下。做完1个月又在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行了。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改变。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整个18年事业线的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我们 pivot 去做线上活动，就做 virtual event 了。所以那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就从我们的线下活动做去线上活动。那在我们做线上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很 struggle， 就是真的是很难，因为这个市场上没有人做过，所以当时候我们就在4月多开始跟整个团队开始，真的是可能1个晚上只睡2个小时，就为了要讨论怎样把那个 virtual event platform 做出来。然后我们在5月多就把整个 platform 做好，6月开始我们就做了我们第1场的 virtual events 在 Malaysia。所以我们在短短的2个月里面，其实我们拿了2次的 Malaysia Book of Record。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在1个月内做最多场的virtual AGM， 所以1个月里面我们做了67场的 virtual AGM，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可以打破我们这个记录。是第2个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是我们是马来西亚第1家 event agency 做virtual listing， 就是上市公司要敲工的那一刻，因为没有的 MCO 嘛，所以没有的去现场敲工，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线上敲工。所以是马来西亚第1家帮客户这样线上敲工。你们是唯一家这样子做？是，我们是第1家，我们是第1家这样子做。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等着，我要敲工，没有办法敲，是，刚好就 serve 上那个 need 了。是，所以那一个 MCO 的那1-2年是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也很庆幸有他们，说真的是非常的庆幸有一班真的是很忠心的伙伴，然后跟我们一起熬过那1-2年。因为那1-2年说真的资源上面资源配备我们不够。第一，我们是第1家做这些东西，很多知识都不懂，连客户都不懂说他想要什么，呈现出来的东西会是怎样，也没有前车之鉴可以看，所以我们就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摸索。然后我们的团队真的是在这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去向外国学习，向别的领域的人学习，看要怎样把它做到最好。这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个还是一个黑天的事件嘛，没有发生过，可能会觉得其实对 event 的影响很大，因为不能做线下活动嘛。你们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果断的一个决策，很快做出那个决策，然后去反而把这个变成你们一个转折点。是，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18年的生意里面上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if let's say you got a small change, then you got a small chance. You got a big change, then you got a big chance. 所以那时候想，这个转变真的是太大了，搞不好我们真的是会有很大的机会，真的机会就来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得到很多新的客户，
比如讲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都有自己已经现有的 event agency 啊 service， 比如讲 A 公司，我有一些现有的 event agency 可能有2家，那每一次我有 event 的时候我就找这2家做，所以如果 SACE 一个另外一家第3家 optional 的，我们想要进去的话其实有一点难，或者是那个整个 process 可能他会想我考虑下次，但是可能就很难插入进去。但因为那时候很多 event agency 就突然不见了，就可能他们也转型，可能他们转型的方法是转去可能卖一些线上的东西，或者真的是转另外一个赛道，我们并没有，所以他们的现有的公司就来找到我们，比如讲 Produa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想要进 Produa for 很多很多年，然后进不到，然后在 MCO 的时候就 Produa 就来找到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帮他做线上的 sales conference 这样子。这个很特别，其实那个怎样看待事情的角度很重要。有些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就 gone 了，是线下没得做，你们就发现了线上敲工啊那样子，所以可能危机反而就变成一种转机，因为视觉的不同。对对对。Okay. 那么你给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关于创业的建议像你们创业已经到现在18年了嘛，对吧？这样我们知道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很难撑过前面的5年。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人撑不过那5年是因为他热情没有了。我觉得热情很重要。你问我到今天今日18年了，我对这份事业还有热情吗？我非常大的热情。我觉得热情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了那份热情，其实你真的是很多事情你看待事情会很不一样。比如讲，明明它就是一个转机，你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危机，所以可能是一个机会来的，你会把它看成可能是一个陷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热爱很重要。再来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创业可能熬不过5年，也有可能是3分钟热度，太多选择了，就可能网上很多东西看，你知道吗？我今天想要做这个，明天那个好像比较好做，我想要转跑道了，所以就变成熬不过5年。是那一个事业的 passion 可以让你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可以撑下去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我常常会跟年轻人说，你知道啊，这一份事业是一个 passionate career， 你要 make sure that 你每次出event的时候，你回来你感觉的不是累，而是哇，我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常常会问我的同事，昨天晚上做完 event， 半夜2点，你们过后做什么啊？然后想我们去妈妈吃东西啊，我就觉得应该对了，你选对事业了。如果你说我真的很累，我回去睡觉，我就觉得这样可能你要再考虑一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passionate 的一个事业，所以成就感在这一份事业很重要。然后像我讲的，很多人熬不过5年，真的是因为少了那份热情，就是那份热情不在了。可能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要财务自由，我要时间自由，所以出来创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你问我，创业财富自由吗？经济自由吗？时间自由吗？其实骗人的。至少是我身边的人还有我个人都认为是骗人的。因为就比如讲，好像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驾着一辆 MyV， 然后那时候就一个顾客 BAT 他们想要就是做一些 decoration， 然后我需要去买一些 potted plant 来放。那时候因为经济问题嘛，然后就觉得讲说我要省钱嘛，因为创业嘛，所以我就把整辆车挤满 potted plant， 然后自己一个人再去顾客的 office。所以如果你在那份事业上没有热情的话，其实你根本做不了这一些很犀利的东西。你会觉得讲为什么我要这么麻烦，不然我去打工算了。所以很多人撑不过5年，就是因为这样没有人热情，然后可能有误解，在认知上有误解，原来创业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 intention 很重要了。是为什么要去 start 那个 business？ 是。那么 Mickey 我们看，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呢，他们是在25到30岁的年轻人，可能他刚开始要去创业了。那么对于创业的年轻人来说，你认为他们最大的盲区是什么呢？年轻人的开始创业的盲区，可能是他们觉得创业就是把我的兴趣当成是一份事业。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你要知道说
那兴趣只是一个起跑点，整个创业其实它是一个马拉松，是一个长跑来的。它在间中有很多 checkpoint 是你需要去 fulfill 的，比如讲我需要知道系统怎么做，我需要知道人才怎么招，我要知道说人脉怎么圈，所以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需要创业者真正的去实行才能到达终点。所以可能他们最大的盲区就是我有这个兴趣，我开始就对了。我觉得开始是对的，但是接下来的你要怎么接下去才是重点。他们除了兴趣还是要有那个心理准备了，是心理准备，不能只是单靠兴趣。是，而且还有很多认知是需要去懂的，比如讲系统啊、人才啊、财务啊，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知道的。说到认知啊，很多刚起步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认知不够，所以 business 不能去到 next level。那么你可以分享一下，如果年轻人他们想要去提升商业认知的话，他们可以怎样去做呢？我觉得听 podcast 是一个不错的 idea。当然，除了听 podcast， 我自己也是有我是一个很热爱学习的人来的，所以我常常都会有去上课啊，上商业课啊，学习啊。然后我觉得那个 mindset 很重要，就是其实身边有很多大小事物都是值得让我们去学习的。如果你认真的去看一些小事物，你会觉得说处处都是商机，处处都是认知打开的一个点。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小儿子会跟我说：“哎，妈咪，你要买一个 Kinder Joy 给我，还是2个 Kinder Joy 给我？”上车了吗？很有心机。是，所以你就会跟他讲一个咯，一定是一个吗？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买给他？其实一样的，就比如讲，把它套在我们的商业上面，可能我们的 event planner 去找客户的时候，我们问他，不是说，请问你需要 MC 吗？你要换一个方式来问，请问你的 MC 是需要男的呢，还是女的？这样是不是对客户来说，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idea， 我的 event 需要 MC， 而我现在需要做的选择是需要男的还是女的？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点上面，我even可以看到可能一只苍蝇在飞，我都会想到那个是一个 learning 来的，那 learning 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创业或者是年轻人，他要打开他认知，首先他需要把自己所有的认知都旧有的认知丢掉，然后要装新的知识下去，然后要很 open-minded 的去接受新事物。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机会了，在市场上，是不要讲机会，可能就是在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得到一个反思 ，get 到一些新 idea，不要多去观察了，是多去观察，多一点的好奇心，是多一点的去思考。所以好像很多人都说，可能去吃一个午饭浪费时间，但是对我来说，吃一个午饭可能是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可能我在看着人家卖那斯人嘛，为什么他会标这个价？就在我 marketing 上面会有反思，为什么他要用这个颜色？就开始有反思。我看到一个品牌在做这可能一个 campaign，做得好不好不知道，可能做不好，但是在做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学习的方式去学习。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常常 open to learn。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Vicky 前面你也提到了，你在2015年是吧？你的老公加入你一起创业。那么很多听众可能他们有想过maybe 要不要跟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创业了？身为过来人你觉得跟还是现在另外一半跟另外一半一起创业是好事吗？我觉得选对人他就是神队友，选错人他就是猪队友。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另外一半，当然我们需要很多协调了。如果你问我说其实我们有没有正式的争吵还是什么，其实我们不把它叫做争吵，而是叫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们争吵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这个东西的 result 或者是这个东西的好坏，所以我们就是很针对性的去 debate on 这件事情，而不是 argue on 这一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们2个人的工作范围分得很清楚，就有一点河水不犯井水的感觉。就是他负责有他负责的东西，我负责有我负责的东西。那如果是我负责的东西要做最终决策的时候，他可以给意见，但是最终决策还是我。那他负责的东西，我可以给意见说，我觉得我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对，我觉得我的意见是什么，但是最终决策是他。
当然最后的成果成败就在他手上。如果成功，当然就是你知道那个成就就在于他；如果失败的话，那 responsible 也在于他，这样子的意思。要有一定的 boundary 和 respect 是，对对。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们这一些问题，就两夫妻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事情吗？就是可能回到家里还会继续谈公司还是什么？一开始我们会，到最后可能我们就有一个共识，就是我踏出 office 的门，我们就不讲公事。然后我踏进 office， 我们就不讲私事，所以我们公跟私分得很清楚。踏进 office 就井水不犯河水。对，就大家就看，因为我们公司很 performance based， 就我们很看 performance， 所以进公司的时候，当然他也会问我，你的 marketing 做得怎么样？result 是什么？然后我们当然会看 result， 我也会问他sales 怎么样，或者 operation 怎么样，所以我们会互相的就是 monitor， 我觉得是好事来的。所以两夫妻在这一方面其实是在互相提升。那么 Maggie 有一句话叫做所有的生意归根究底都是人的生意people business， 你认同这句话吗？我绝对认同，尤其是我们的行业更加是人的生意。我觉得人不管是在公司我们的伙伴，又或者我们的团队，我们的 supplier， 我们的客户，其实都是以人为本。很多时候你看似我们是在做生意，其实我们是在做这人的链接，这个是我的认知。我觉得很多时候顾客要不要选你，不是因为你的东西特别好还是什么，而是我对你这个人的信任跟链接。所以在他相信你公司之前，就是相信你这个人。是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其实我们非常重视人才，我们觉得人才是整个公司的一个卖点，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人怎么对待客户，或者是以一个公司的角度怎样对待我们的人才，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的团队在我们的公司工作的非常开心，非常的满足，我相信他们对客户的那个服务也会更好更快乐。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其实员工的 well-being 非常重要，因为 well-being 基本上就会直接关系到他们的 performance。公司怎样去对待你的团队，团队就会怎样对待你的客户是。Maggie 刚才你提到在你们这一行其实你们很多时候都要 deal with 不同的人客户在市场上。那么人脉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呢？人脉在我们行业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人脉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或者是多少人认识你，而是多少人愿意认识你、相信你，然后跟你介绍很多朋友。所以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口碑很重要，口碑名声非常重要。我们人传人的介绍，或者是我们叫 referral， 其实就从这里来，尤其是我们 B2B business。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们服务好一个客户，然后那个客户可能就会介绍身边的朋友给我们，然后就这样我们的 business 就 build 出来了。毕竟有些好像你前面提到，有些地方其实你要进入那个门有点困难，就需要通过那个人能够 access 到。对，尤其是 B2B， 其实在我们好像比如讲我们需要经过很多 procurement， 它才会让我们tender到这个 project。很多时候 procurement 也会有一个条文，就是你有什么介绍信吗？或者你有什么介绍人吗？我们不可以打电话跟他们确认一下你跟他们的关系？所以这个就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可以报上一两个名是很大 profile 的，比如 Bank Negara、KWSB， 他们会觉得就算他们没有打电话过去，他们觉得非常值得信任。那么 Maggie 在生意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于去借力、借势，或者我们讲杠杆那么 Maggie 你个人觉得杠杆对于生意有多重要？你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杠杆的确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不管是大杠杆还是小杠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很靠口碑，我们 B2B 很靠人传人。我们其中一个做的最好的杠杆，我觉得是跟5星级酒店，因为我们常常进出5星级酒店，在酒店的 ballroom 做 events， 然后很多时候当酒店的那些员工或者是他们的 sales director 看到ACE 做得很不错，客户都很开心，下一次他们的 VIP 客户来到，比如讲是一个外国的客户来到 Malaysia， 他一定是找酒店先，那找完酒店过后
他可能接下来的问题就会问，哎，你有什么 event agency 可以介绍吗？又或者是顾客没有问他们，他们也会跟客户讲，哎，我觉得以你这个 skill 的这么大 skill 的一个 event， 我觉得你需要一间 event agency， 不如我介绍给你。所以从那边其实我们跟酒店的杠杆其实还做得蛮不错的。然后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一些客户需要找场地酒店，那我们会把我们的那些朋友酒店朋友介绍给他们。那么 Micky， 很多人创业他们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会面对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企业要做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生意 without 你也可以运行。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从 business 里面抽身出来呢？ Micky， 你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啊。这个是很多人的盲区，比如讲说我要 engage 一间 event agency， 我一定要认识那个老板，我要知道那个老板是谁。但是在 ACE 我们的运作很不一样，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领悟了这个道理。如果我要把这个团队壮大，或者是把这个公司做大来讲，我不可以靠个人的名誉或者是个人的一个 IP 来运行，反而的我需要打造的是 ACE 这个品牌。所以到现在为止，不是因为 Micky 或者是我另外一个老板因为他然后我才来 engage 你，而是很多公司是因为 ACE。 我觉得打造品牌很重要，品牌是一个隐形资产。你一开始打造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浪费钱，我好像丢钱进大海，但是其实在一段时间过后，你会看到那个效果，就是人家来找的是 ACE 而不是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因为我们在打造公司的时候，不管是客户进来要找的哪一个 event manager 都好，他认定的就只是 AC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 as 一个 leader 可以抽身离场，就连我们的 HOD 也可以抽身离场。那 Micky， 你讲到打造品牌了，在品牌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一些 tips 可以分享呢？我觉得品牌一开始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讲说是一个浪费钱的东西就是可能我看不到 ROI， 不像那种 promotion 呢，或者是below the line， 就是可能我做一些 promotion， 我丢多少钱广告费进去，我就可以 ROI 多少。又或者像 e-commerce 这样子，品牌基本上就是砸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经济许可的话，其实品牌是一定要做的， branding 很重要。Micky， 其实很好奇做 event 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是不能出错。好像我们在做一些 video 剪辑的时候，我们出错我们可以做剪辑。在 event 的时候，基本上尤其是做 business events conference，你想象一下，可能有一些 royalty family 又或者是 prime minister 来的时候，那个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 countdown 是由秒开始，而不是由分钟开始的。可能就给你一个很好笑，对我讲好笑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learning 来的。就在其中一个 event 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用intercom， 就是跟外面的人沟通说，不然明天是进来的时候你要给我 countdown， 你要给我知道你在哪里，在门口的时候你要让我知道，然后门口之后我要count到10秒钟你才能进来。然后过后他说 OK， 然后过后讲在门口了，在门口了。我们讲 OK， 这样我们count到10秒。不是，我是讲说在 VIP room 的门口。然后我想不可以乱，就是你那个给的那个 Q 很重要，就是那一个门口是哪一个门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出错，是到一个程度是很 high stress 的。做 business events 出错率几乎是要把它变成0。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每个步骤都需要在 SOP 里面很精准。是，就比如讲，好像我们忘记可能在 briefing 的时候，可能那个是我们一个错误来的，就是我们在 briefing 的时候没有跟他讲说，你要给我知道的门口是大堂的门口，而不是 VIP room 的门口。但是那个人没有 get 到那个 message， 他就以为讲说，在 VIP room 门口我要跟你讲一声我现在在门口了。然后我们就已经走到门口了，然后就靠到10，他说不是，我现在在 VIP room 的门口。我觉得做 event 最大的挑战是不能出错，没有 take two 了。那么 Micky from hindsight 你觉得你做过最关键影响最大的决定是什么？影响最大的决定我觉得是专注，就是从本来做很多 events， 从 annual dinner roadshow
一些 seminar、team building、treasure hunt 什么都做，到专注于我们专做 conference。我觉得这一个是做最大的一个决定，而且是最关键的决定，也是让我们起飞的决定。那么有没有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你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呢？有OK， 记得我们在 MCO 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线上活动嘛？我们做线上 conference 做得很好，然后我们就问自己，哎呀，线上 conference 做得这么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线上的？想想一下，诶，当年人家不能做 annual dinner，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线上 annual dinner？哦，你知道，就整个构思就是可能在网上就是在看着 screen， 然后我就 deliver 食物 omakase 给你吃，然后就 send dog gift 去你家，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一份，就全部 staff 每个人都有食物，有 dog gift， 然后你就看着屏幕参加线上的 annual dinner。很特别。这边结果 fail， 结果就是那个respond 不好啦，就是还是有做到几场，但是就是 respond 没有像 conference 这么好。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投资的资金也是蛮大的，就是要 build 整个 virtual annual dinner 出来的时候投入资金蛮大，所以那个是一个亏损来的。在整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大的 learning 是我们对整个 market 的 study 不够，我们觉得可行的，我们觉得 interesting 的未必是顾客想要的。那么 Vicky 你们创业到现在了18年了嘛？maybe 我们分成两个阶段来讲呢。在你创业的我们讲10年了，头10年了，你能分享一下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头10年我觉得现金流比利润重要。利润是算你 total sales 有多少， total revenue 有多少，可能会很多，但是钱收不收得回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在前面10年。很多时候公司看到整个 report 是很好看的，我们做了多少钱，我们做了7位数8位数，但是真正现金流在公司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前面10年，尤其是刚刚开始创业到5年之后，你开始在 build 这整个团队可能从5人10人去20人的时候，每个月的那一个你需要花费的那些 OPEX 也是蛮高的，所以那时候其实现金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后面8年呢，有没有什么新的领悟？后面8年我觉得 branding 吧，我觉得 branding 很重要， branding 才能使一间公司扩展到另外一个阶段。其实前面10年做生意还蛮简单的，对我来说就是很容易就有客户，然后就可以做很多 events， 然后有很多客户信任你，然后人传人介绍这样。但是你要怎样把一个团队从20个人去到40个人，从一个可能6位数5、6位数6位数去到7位数去到8位数，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跳级。那时候我觉得 branding 是一个隐形资产，虽然好像它没有很大作用，但是间接性的其实它起了很大作用。在顾客的心目中对你的信任，其实就看你的 branding 有没有做到位。就是 from hindsight 来看，这一个步骤是很重要。是，步骤非常重要。我觉得不只是 branding， 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才复制。如果你要在跳级的时候，你的人才做不到位，或者是人才不够多，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你最大的卡点。人才是让我们跳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来我看到的第3个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公司文化。这个很多人问我讲说，其实你在公司做对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做的最对的是文化。我公司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强，我非常有信心在我们公司的文化。所以我们公司都有6个 core value， 所以这个6个 core value 就是核心价值了，是每一个 ACE 的团队都具备的一些条件来的。比如讲，我在寻找这人才的时候，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只看这6个东西。第一步，第一个是 go all out。我会看一个人你有没有 go all out。比如讲，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我在 go all out。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有。我会用我128%的精力在跟你讲话。我不会做其他东西，我就只负责跟你讲话。所以这个是 go all out。第二个是 deliver wow。我们常常在 deliver wow， 我们 wow 着我们顾客，我们 wow 着我们的同事，我们 wow 着我们的家里人，因为我们是 creative agency， 所以我们必须要 creative 那个 wow。
第二层 meaning of deliver wow 基本上就是 efficiency。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顾客讲 Wow, I didn't know that you can reply me in such a short timing. Actually, it's referred to efficiency. But client 用这个字 wow， 所以我们很喜欢 client 跟我们讲 Wow, 你做得很好，非常开心。第三个是 fun and energy， 因为我们在一个很 stressful 很压力的一个 industry，Fun and energy 非常重要，尤其是 keep 整个 team 的 momentum。虽然可能他们在外面可能遇到很高的 stress， 但是回来 office 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整个 team 都是很 fun 的，很有 energy 的。第四个就是 learn, share and growth。我相信说，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是只有24个小时罢了，但是我们要怎样 optimize 整个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靠 through learn, share and growth， 就是我们整个团队里面都有这个 culture， 就是我学到的东西我会 share 给你，你学到的东西 share 给我们，然后我们不限制于就是只是工作方面。很多时候我的团队会3、4点、4、5点会在 bench， 然后就 share， 我要怎样用 air fryer 来做一个 curry puff， 用 roti canai 的皮。然后我们觉得哇 interesting， 有些人会 share 讲说，我刚刚看到小红书怎样可以拍出42寸长腿。你知道那种 learn, share and growth， 它不只是在讲这工作上的东西，它还讲这很日常的东西，是大家都可以用到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非常 proud 跟我的团队的。然后接下来就是no square work， 因为我们是 creative agency， 所以我们要有 innovative， 我们不要把自己框在一个死死方方里面。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care and love， 一样的 stressful industry， 我们需要 share care and love with each other。然后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一个新的团队进来的时候，第一天做工，他没有可能一个人去吃午饭的，都是有团队揪他，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样子。这个是我非常欣赏我团队的一个东西，所以每个团队都具备有这6个，每个 values 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是，这样Micky 这个提到其实就是在于，其实创业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关键呢。前面的在于可能是在于去打拼那方面的时候，聚焦定位那 after that 可能是在于人才，还有 values branding， 就把你的第2个阶段需要 next level 的重要的那个 ingredients。有些听众可能他们还没有到那个 stage， but 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考。比如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这你吸引来都是对的人，是减少很多麻烦。是，所以我常常跟我团队讲说，我在 interview 着你的 boyfriend 给你，或者你的 girlfriend 给你，因为我觉得说，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链接，其实如果频率不同的话，其实很难合作。比如讲，可能我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很 care and love 的人，那你跟我讲这东西，其实我可能不认同，那在合作上面可能就会有分歧。又或者是可能一个 sales manager sales 做到非常非常的好，可能每一个月都会带给你很多利润，但是他是一个很火爆的人，跟我们的 care and love 根本不能融合在一起，这样其实公司还要留他吗？其实我们的选择是不，因为我觉得还是文化重要过它可以带来的 performance。 当然文化跟 performance 是需要 balance 的，要能够 fit 进去那个 DNA 然后 Micky 讲回创业了，刚才你前面提到就是在于 passion 嘛，那么创业18年，你刚才提到就是你还是很 passion 的，你怎样去保持这个动力呢？你的现在的推动力来自于什么？我现在的推动力来自于 sense of achievement， 成就感。看到我的团队成功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像妈妈的感觉，就是我也同样有那种成就感。当团队可能就是 close 一个 deal， 可能有一个 big profile， 对我来说那个成就感大于我自己去 close 的一个 deal。 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所以那个成就感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我的其中一个推动力。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新的同事进来，然后3个月过后他需要过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所以在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我就问他讲说，这样你做了这3个月你觉得怎么样？他觉得说我觉得我的 performance 由你们来评分，但是我凭我个人，我觉得我在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 personal growth 方面，我become a better person。 哇，那时候我觉得那种成就感满满，你知道吗？你进来我公司，我把你教好，我觉得那种成就感是真的是很大很大，就有那种哇哦。是我不晓得其实我们的 organization， 我们 ACE 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你进来做工，你
我不管你的 performance 好不好，但是就是你的个人变得更好，更有纪律，你变得更有上进心，你变得更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那么 Micky 你本身有没有一些习惯呢？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吗？我的习惯，OK，我每个晚上临睡前我都会做复盘，就是想一些我今天做些什么东西。所以3个问题我会问自己的，一定会问的。就第一个就是，我今天学了什么东西？我今天学会了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知识。第二个就是今天我有什么东西是做得比较不好的吗？或者是哪里可以再进步的吗？这样我就会去想，如果是下一次再遇到这件事情，我会怎样做得更好呢？第3件事就是，我今天要感谢的人是谁？我持续了这一个动作，就是 What am I grateful for？ 然后 What I have done today, which I can do it better tomorrow？ 然后还有就是 What I have learned today？ 我觉得这3个问题我 keep 了大概整4年多，每一天都在做，每一天都在做。哇，然后我一些就是 leadership 的团队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做。有时候好像我们可能在2年前，我 reflect 到一个东西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可能我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可能今天我在遇到同回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做得更好的那个 step 可能不是当年我想的那一个。就可能我们在思维上、认知上已经上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他想的方式已经不同了，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就知道说，其实我已经进步了，我不再是2年前的那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 progress。是。那 Micky 你有看书的习惯吗？有。有什么书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你想要推荐给年轻人的吗？第一本我觉得是 The Secret，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秘密吸引力法则。我是一个不是无辜的人，但是我觉得说吸引力法则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先相信后看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先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去下定决心然后去做那件事情。所以是The Secret 第一本书就是那个吸引力法则，我觉得我不只是读那本书，我还读了好几次，然后每一天都在 practice 那件事情。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不太相信，但是我们去到哪里，其实我们的 parking 就在前面。这个是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知道。我们出去我们要载 Micky 出去，因为 Micky 去到店门口一定会有位置等他。So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是那个宇宙的力量来的，就是它会让你心想事成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本书。那如果我讲到说比较商业模式或者是思维模式，第2本书是 Simon Sinek 的 Start with Why。 我觉得它不只是在让我在事业上或者是整个创业的路程有可以更深层的去想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同样的在我的整个人生不管是跟孩子啊跟亲情啊还是做自己 personal 的决定的时候，我用这个 Start with Why 的时候，其实我会更清楚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最后的 result 我想要达到的是什么，为什么，帮助你去理清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事情，包括创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问 why， 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本书 Start with Why， 我在我每个时间点，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嘛，一个人只有24小时罢了，所以我也只有24小时，我要怎样把这个24小时用到淋漓尽致，包括我今天坐在这里跟你讲话，我都会问 Start with Why，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见 Brian， 因为我要见你的团队，因为我要就是 share 分享给一些年轻人的东西，我觉得我需要回馈社会，我需要把我的理念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要做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宝贵，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子想。然后 Micky 在创业路上有没有那么一句话或者某个建议是对你影响很深的呢？先相信后看见。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人会问讲说，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吗？其实我觉得选择不是选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所以你要先相信。还有另外一句话，英文的叫 Start before you ready。你要先 start 先。There's no such thing that ready. Let me ready first. When is ready? Ready 是没有100%的。当100%的时候，就是已经在 start 了。
那为什么你不要直接 start？ 所以我常常跟团队或者团队 onboarding 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我都会开这个 code 给他看 ，start before you ready。那么Micky，我们看回了现在，你觉得啦，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世界太花了，太五花八门了，选择太多，太眼花缭乱，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不太专注于一样事情，他们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尝试。我没有说尝试不对，但是可能尝试了之后，你需要聚焦，需要专注于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专注的力量很大，因为专注会让你从专长变专业，所以你要怎样变成一个专业，其实就需要聚焦，常常去做同一件事情，做到最极致。那么就现在马来西亚的大环境来说，接下来的2-3年呢，你觉得市场上有哪一些空缺是年轻人可以去注意的吗？很多人都觉得说是自媒体，我觉得自媒体是其中一个，但是我更倾向于 AI、ESG 还有 Go Green。AI 是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口啦，就是 AI 很多人在做这，但是你怎样把 AI 融入于现有的 traditional 的 business， 就比如讲可能我做 events， 我怎样把 AI 融入在我的 events 里面。 ESG 也是一样，是一个趋势，就是全世界都想要有 ESG 这样子的东西，马来西亚也不例外。这样我们怎样可以把 ESG 融入我们现有的 traditional 的 business 里面，然后最后就是 Go Green。So Go Green 我觉得说，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趋势，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专注于 Go Green 怎样帮助到每一个企业。所以这个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想要发展的话，我觉得 AI、ESG、Go Green 都是一个大方向。那么 Micky， 最后了，很多年轻人可能现在正处于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啊，在做着人生重要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与其站在路口看着地图，不如就好好的选一条路来走，先相信后看见。你只要把路走好了，你才知道这是不是一条对的路。 Start before you ready， 像我刚才所说的，路是走出来的，而不是去选出来的，所以就加油吧。